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程毅演技封神，也堵不住傅山海的魔改争议。最近，程毅眼中的恨意不是演出来的这一话题，简直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，在我的社交圈内蔓延开来。老实说，刚开始我还心存疑问，毕竟如今的古装剧演技大家都懂的。但当我点击观看那段火速传播的15秒片段时，哎呀，我承认屏幕前的那股强烈冲击感确实让我为之一振。片段中，萧秋水眼睁睁地看着眼前的惨剧，他那双眼睛里翻滚着几乎能吞噬一切的愤怒和绝望。没有夸张的咆哮，也没有暴力的肆意用力，程毅凭借微微颤抖的指尖和满是血丝的眼睛，就把那种深入骨髓的心痛演绎得淋漓尽致。这哪是表演啊，简直就是恨意本身的现场示范，简直让人不寒而栗。然而，正是这教科书般的恨意，背后却暗藏了傅山海这部剧最令人震惊的野心，也许是他最大的隐患。当穿书设定碰上经典武侠，究竟会擦出怎样的火花，还是会变得水土不服呢？傅山海改编自温瑞安先生的武侠小说《神州奇侠》，这意味着他背负着原著粉丝巨大的期望。但剧组显然不甘于按部就班，而是选择了一个大胆的举动，加入时下热门的穿书设定，并且他们更是买一送二，让主角萧秋水体内容纳了3个灵魂：现代打工人萧明明、英雄少侠萧秋水和黑化大佬李晨舟。哎呦，这样一来，程毅可得一肩挑起精神分裂的大戏啊！这种设定对演员来说简直是地狱级挑战，但从目前曝光的片段来看，程毅似乎成功接住了这个挑战。据说他能在3种人格间迅速切换，快得连导演都感到惊讶。这份功力可不是空穴来风，回顾他在《沉香如屑》中的表现，他已经能自如地在隐忍的神尊应渊与疯狂的帝君玄烨之间切换，掌握2种截然不同的气质。为了让观众能够清晰区分这3位角色，程毅在细节上可谓是下足了功夫。萧明明的涉蓄颓废感，萧秋水的正义气质，以及李晨舟的邪魅阴冷，据说连握剑的姿势和走路的步态都有微妙的区别。这份对角色的精雕细琢，真是值得点个大大的赞。然而，穿书和多重人格的设定也无可避免地引发了广泛争议。原著粉们几乎是齐声哀叹，批评编剧姜温老先生的江湖精神改得面目全非。系统任务和复活甲这些充满网游风的元素被硬生生植入他们眼中，这几乎等于在公开处决传统武侠精神。当然，也有年轻观众觉得这种混搭挺有意思，够刺激，足够下饭，甚至能算是电子榨菜。但我始终认为，武侠剧的改编可以创新，想象力值得鼓励，但绝不能丢失那个侠字背后的风骨和道义。如果失去了核心，只剩下猎奇设定和噱头，那这部剧就和流水线生产的速食网文没有什么区别了。剧组似乎意识到了剧情改编的风险，试图在视觉上弥补。宣称耗时3年打造200多件非遗冷兵器，听起来是满满的诚意。但是观众的眼睛可不瞎，预告片中宋代风格的建筑上赫然出现科技感十足的 LED 任务进度条，这种强烈的时空错位感简直让人一秒出戏。大家纷纷吐槽，这到底是武侠片场还是穿越事故现场？更让人关注的是女主角古力娜扎的表现。她在剧中饰演的萧雪瑜，虽然依旧美貌动人，但她的表演再次引发讨论。很多观众认为美丽无可挑剔，但灵魂欠缺，指出她未能准确地传达出角色内心复杂的爱恨情仇。某些特写镜头甚至被调侃像在拍口红广告，情感浓度不足。更加让人担忧的是，
有传闻称女配角戏份被大幅增加。若果真如此，为了突出某些看点而大幅削减原本应有的权谋情节，甚至加入尸身诱惑等戏码，那这部剧就真的有可能成为挂羊头卖狗肉的典型了。幸运的是，剧组中还有张智霖这位老牌帅哥来撑场。他年近50，饰演的艳狂徒依旧魅力十足。预告片中他徒手捏碎酒杯的狠厉眼神，瞬间让人回想起那个潇洒不羁的陆小凤时代。希望他能凭借精湛的演技，为剧集注入一些硬朗阳刚之气，平衡可能出现的脂粉气。而说到武打，作为武侠剧的生命线，《富山海》这部剧的动作戏也算是一个亮点。程毅据说在绿幕前完成了高难度的托马斯拳旋，不过这份努力似乎在预告片中被频繁使用的慢镜头切割得支离破碎，精彩的打斗设计反而被慢放拖慢，观众纷纷吐槽，感觉更像是艺术体操，而不是凌厉的武打。这种慢镜头的滥用，几乎成了近年来古装武侠剧的通病。观众们开始怀念徐克电影中那种既写意又充满力量的暴力美学，怀念早期港片中拳拳到肉的真实感。技术进步了，但我们看到的打斗反而慢了下来，这也让人不禁深思。总结一下，《富山海》无疑是一部充满野心的作品，它尝试在传统武侠的基础上融合当下的流行元素，企图抓住原著粉、演员粉和年轻观众的心。然而，这种我全都要的策略，往往走在钢丝上，很容易两头不讨好。程毅的表现越是出色，剧本和制作上的争议就越加突出。这部剧最终是成功探索新派武侠的典范，还是沦为魔改潮流中的又一个失败案例，现在还下不定论。但无论结局如何，我衷心希望未来的武侠剧创作者能够在追求创新的同时，时刻记住，最初吸引我们的是那个充满快意恩仇、重情重义的侠字。